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。本期带来瑞克莫蒂的第4季第9集解说。难得一家人齐齐春游，夏末却抱抱怨怨。春游有什么好玩的？年轻人就该混迹放纵趴。你看他们现在正喝着酒看草泥泥呢。莫爸立即指出，春游也可以看草泥泥啊，小孩子还是得多学学野外生存。就在这时，老瑞的电话响了，本以为是个单纯的骚扰电话，哪想却是当初留情的野花。老瑞即刻着手信号屏蔽器，毅然的决定做个渣男。夏末说他拔地无情，老瑞即刻甩锅，那种随便的货色，谁知道是谁的孩子？莫妈认为老瑞就是想逃避责任，我才不准你像抛弃我一样把那些无辜的孩子也抛弃掉。莫妈即刻决定去会会这个后妈，见女儿如此执着，老瑞只好带他们去看看真相，而真相就是老瑞这次搞大了一个星球。尽管事实摆在眼前，小莫还是无法相信老爷竟然搞了一个星球。老瑞表示，和星球繁衍是人类迈出了一大步，科学家要勇于尝试。很快，他们来到了当初老瑞埋下种子的地方，哪想刚好遇上情人盖亚的临盆，顿时无数泥娃从盖亚的口里喷涌而出。由于冲力太大，太多泥娃一出生就夭折了。面对有些难产的爱人，老瑞似乎决定将渣男进行到底。泥娃的长相无疑是一张亲子鉴定，可老瑞仍旧怀疑。就在莫妈和老瑞争论之际，盖亚迎来第2次分娩。莫妈决定为老瑞担起一个父亲的职责，毅然的接生。他即刻打开缓冲蹦床，效果显而易见。看着如此执着的莫妈，老瑞终于妥协，管他是不是亲生的，先生下来再说吧。一场接生行动正式开始，接生设备迅速就位，一个个泥娃相继从管道里走了出来。老瑞再次喜当爹，老婆丈人忙接生，所以莫爸主动挑起了照顾孩子的职责，本想借此一展自己引以为傲的野外生存技巧，哪想长期的废物形象在孩子心中已根深蒂固。一场聊天不欢而散，莫爸决定独自去走走。另一边，老瑞的接生系统已近乎完善，泥娃出生会经过各种天赋区的检验，然后再根据终极评定赋予他们相应的人生规划。因为老瑞认为，要想他们能生存下去，最好就是让他们形成一个社会体系，优胜劣汰，特别优秀的还可以培养成宇航员。谈话间，他们迎来了盖亚的第3次分娩，一场流水线接生即刻运行。与此同时，老瑞和莫妈也忙得不可开交，因为他们要掌控各行各业的人口数量，以确保社会发展的平衡。突然警报大作，原来是无产能废人那边出现了爆缸现象。所谓无产能废人，也就是职业为 DJ、美食博主以及网红什么的。就在老瑞决定要重新规划他们的时候，人力资源部那边已经招架不住了，直接被他们挤爆了。对此，老瑞决定弄个在线大学，读得进去就读，读不进去就自生自灭。莫妈认为直接从废物馆排出去更加简单，两者无非是异曲同工。真妇女果然是心有灵犀。另一边，被莫爸扔下去的2个孩子决定去找老爷，而此时在河边散心的莫爸突然兴起，决定打个水漂，奈何技术实在感人，竟然把自己打了进去。一阵跌跌撞撞9曲连环后，莫爸竟然误打误撞的进了老瑞的接生工厂，经过层层筛选，严格检验，是个废物没有错了。所以莫爸从废物馆径直滚了出去，确认过眼神都是同道中人，既来之则安之，一路奔波不能让肚子挨饿，将就吃点干粮再说下一步。这啥？这个叫露营。没想到一块干粮竟然让废物们对莫爸俯首称臣，从此废物有了王，他的名字叫杰瑞，生存技能轻传授，繁衍造人必须会，露营国本切勿忘，建屋造舍不可讳。可莫爸的国本方针很快遭到了质疑，他们为什么不露营？因为他们都是坏蛋。与此同时，离开露营地找老爷的夏末和小莫竟然在荒山野岭里迷了路，完全没有生存技能的姐弟俩很是慌张。可就在夏末准备等死时，小莫发现了一架失事的飞船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死马当做活马医。姐弟俩毅然决定去这架破飞船里碰碰运气。夏末随即找到了一些紫色的气体，吸一口提神醒脑，再吸一口，没错，是熟悉的味道。另一边，老瑞和莫妈的太空飞船剪彩仪式正在进行，他们要为这伟大的时刻砸一瓶香槟，接生成功，为新生的社会干杯。经过层层筛选，精心培养，他们终于培育出了优秀的宇航人。今天就是他们的首发日，盖亚即刻表示反对，还没等盖亚解释原因，突然风云大作，空中突然出现壮汉一名。盖亚终于说出了实情，原来老瑞根本不是泥娃们的亲生父亲，绿色来得太突然，泥娃的生父居然是上帝。上帝即刻让老瑞交出抚养权。对于这种渣男的简陋行为，老瑞深恶痛绝，坚决不同意。一场夺子之战势必而行，哪想盖亚也劝他放弃，这算什么理？就算不是亲生的，好歹也是亲手带大的，哪有让人白捡漏的道理？更没想到的是，莫妈也劝他放弃，好歹人家比你年轻，开家长会孩子都要面子啊。可老瑞已然钻了牛角尖，啥都听不进去。就在这时，莫
莫巴带领的废物大军直奔而来，一场抛弃的征讨毅然加入了夺子之战。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上帝即刻站队征讨大军，并赋予莫巴神之力量。老瑞也不甘示弱，即刻升起了城墙，双方以和为界，准备开打。奈何莫巴还没来得及看神杖的使用说明，所以难免有些出师不利。老瑞抓住机会羞辱上帝，上帝表示不服就上来单挑，单挑就单挑。老瑞即刻换装，迅速备战，并将地面总指挥权交到了莫妈手中，随即按下了喷射键，火速赶到单挑现场。本以为单挑对象是烟雾状，哪想却是个猛汉样。单挑的开局，老瑞就输在了体型。你敢和我变得一样大吗？狗崽子，满足你！与此同时，夏摩和小莫的飞船修复工作也接近尾声。可爱的老姐有灵感指挥着维修工程，小莫一一照做。没想到飞船还真启动了。小莫决定以自己玩游戏的骚操作来开飞船，飞船是飞起来了，可似乎和游戏模式不一样，所以也失控了。一阵天旋地转，夏莫吐了一地，哪想刚好喷进了小莫的嘴里。可海姐弟组顺势而成，所经之地草木不生。另一边，莫爸和莫妈也正打得火热。莫爸为废物而战，莫妈为消灭废物而战，双方各执一词，那些压抑在心中的不满如滚滚河水，猛烈的冲向彼此。同时，老瑞这边的单挑似乎也分出了胜负。老瑞及时叫停，上帝还不忘补他一脸口水，愿打服输。鼻青脸肿的老瑞主动交出了抚养权，可他有一个条件，就是希望上帝能将那座城市留给他，因为这是女儿的心血，对他来说很重要。哪想壮汉毫不犹豫地拒绝老瑞，表示他其实根本不在乎孩子，他要教这些泥人什么叫恐惧，这样他就能获得更多的信仰之力。就在两人争辩之际，上帝不知被何人爆了头，老瑞即刻游过去查看发生了什么，剖开爆头的伤口，一架飞船镶在其中，原来是科嗨姐弟组爷孙三人会合。老瑞眼中满是救命之恩的激动，科嗨姐弟组一脸懵逼，因为他们的胡闹非但没有挨揍，反而还得到了老瑞的赞许。随即老瑞表示他们得赶快离开这里，要不然这家伙一落地他们也会没命的。哦，你们刚刚是在吸制动液吗？正确的用法应该是这样的。爷孙三人逃出了上帝的身体，随即上帝从天而降，打断了莫爸和莫妈的战场。等莫爸回过神来时，却突然听见了莫妈的呼救声，循声而去。莫妈正在生死边缘，杰瑞还不快用小棒棒，虽然道具是粗鲁了点，好在莫妈被顺利救了上来。爷孙俩顺利着陆，看着壮汉的尸体，小莫不免动了恻隐之心。就在这时，盖亚大发雷霆，喷出灼热的岩浆，他恨老瑞杀他心爱的人。老瑞表示要怪就怪重力，我当时让你走了，那你当时还让我养孩子呢。接下来难免又是一场嘴炮，哪想老瑞怼得太狠，盖亚怒不可遏，一场惨绝人寰的杀戮即刻展开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老瑞开着飞船救走了莫爸和莫妈以及少数幸存的泥娃，老瑞将他们带到了安全地。莫爸重操旧业，这时老瑞走了过来，把飞船钥匙丢给了泥娃，这是我能给你们最后的东西了，你对你的孩子就只有这些说的。对了，别想问我要钱。料理完后事，一家人开车返航。莫妈担心盖亚会养大那些孩子，之后会来找他们来报杀父之仇，肯定会的，所以我在飞船上安了个追踪器，一旦我发现他们靠近我们，我就炸了飞船。经过这次经历，莫爸也开始反省自己，他主动承认自己就是在孩子身上找些存在感，所以他不怪夏莫对他说了那些难听的话。可面对莫爸的大彻大悟，老瑞依旧表示看不上。莫妈表示不管老瑞怎么说，他这次看好莫爸，因为这次救了他的是莫爸而不是老瑞。气氛一度尴尬，老瑞随即甩出王炸，他将夏莫和小莫干的那些破事全部抖了出来。小两口失败的育儿模式被老瑞吐槽了个遍，论嘴炮果然还是老爷强。本集分为3条故事线，第一条是莫妈和老瑞的接生培育场，第2条是莫爸的欢乐露营游，第3条则是姐弟放飞组。剧情水准依旧相当高，整集完爆了希腊梗，同时本集也一如既往的深探了社会问题。高科技推动的社会确实失去了对弱者的怜悯，所以弱者才会投向宗教的怀抱。可科技不是人类的唯一，人一旦成为推动科技进步的工具，总有一天会遭其反噬。本集的家庭关系、科学和信仰之间的冲突，其实都不是本集所要表达的重点，反而是结尾部分跟引人入胜，神死、星灭、大地崩裂、火山爆发，现代文明惨遭摧毁。这无疑是在隐喻不尊重、无信仰的种族终将自取灭亡，同时也暗喻滥用科技必将遭到自然的报复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